心架一路护心拳，接上式二起脚落地。心架一路二起脚，跳步，落，开左步，两手画力圆上蓬，收右脚，合右胯，右手逆缠下按掌，左手顺缠上蓬掌。好，蓄力相合，两手顺势握拳，左手在中线，右手在胯间，松胯向左转腰，螺旋顺势放松下沉，发力相合，右拳顺缠向上，左拳逆缠向外，走，重心左腿，右手合于身前中线，左手合于左膝上方，松右胯，身法右转，左拳顺缠上冲，右拳顺缠下合，蹬左腿当走后弧，右拳沿胯上冲拳，左拳压拳合于身前中线，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螺旋领拳，逆缠旋腕，合于右侧胯间上方，蹬左腿伸走螺旋，拧腰旋胯，发力外捧。好，换方向，接上式二起脚落地，跳跃护心拳。好，跳步，跃步，开左脚，收右步，右手顺缠上蓬，左手逆缠拨掌，合右胯，右手逆缠下按，左手顺缠摆掌，合于胯间中线，两手握拳，蓄力相合，松沉向左侧，螺旋崩拳合拳，下沉发力，走，重心左腿，合右胯，右手顺缠下沉，左手顺缠沿膝盖上冲，当走后弧，下压上冲拳，合右胯，当走后弧，螺旋拧腕，蓄力于身体侧线，蹬左腿，重心右移，旋腰转胯，崩拳发力。好，收。那么心架一路的二起脚接护心拳，它们中间有一个衔接式的跳步，不像老架一样直接开步，它有一个落地顺势弹起的动作，我们可以把它再衔接一下。你看，踢完右脚以后，先看步伐的变化啊。右膝上提，在左脚落地的一瞬间，咱可以光把步伐给大家调节出来。你看，左脚上领，领右膝踢腿，好，落左脚，弹跳开步。有很多同学说，老师这个动作我跳不起来，或者是跳出来以后没有那么轻盈。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对于腿部的一个回弹的方法和机制不太了解，给大家把技巧去说一下。当我们落完左脚的一瞬间，注意看，右腿在上领弹踢的时候，左脚落地，我们是不是要本能的去向下松沉卸这个力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发现，在卸这个力的时候，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放松下沉。我们可以通过在落左脚的一瞬间，把这个放松下沉的力给它衔接起来，想象自己的左腿是一个大弹簧，左腿在落地的一瞬，把沉劲儿压到脚底，通过下压再结合劲力的上领，再把自己的身体带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，右脚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踢完咱的二起脚以后，右膝踏落，再往上抬，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什么？踢右腿的时候，二起脚是领左腿上踢，那弹跳左腿的时候，领右腿上踢左脚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小基本功啊，两脚交替式的，好，抬右腿领，抬左腿领，练练这个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久而久之了，你领完右腿一踢，啪一落左脚，紧接着左膝就会顺势上踢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很多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发现，老师，那你并不是原地起的身呀，而是跳完之后有一个向左的身法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
我们左脚落地以后，哎，弹踢一落地以后，它会向左去进行一个类似于咱们说的掏腿的动作。什么叫掏腿？跳起来的一瞬间，又想轻盈，又想漂亮，又想把腿掏出来。注意，千万不要懒。什么叫懒？为啥跳得不轻盈？看好啊，落完左脚，看到了没有？左腿有一个什么问题？不舍往上抬呀。你抬起来，怎么抬？当你跳跃的一瞬间，你身体在往上腾空的同时，去收腹啊，把腿利用腰腹的合劲儿向上去收腿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会产生那种轻盈落地的感觉。你落地之所以沉，就是因为大家在练习跳跃的时候不舍得抬腿。你看一落地跳，那脚都不想往上抬，一走咚咚，这都跳出来了。你倒是往上抬一点，是不是？只要稍一抬，感觉都不一样。你看看，稍一抬感觉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落地轻盈，才能让人感觉到，哎呦，我往左跃步的这一下，是我在控制着腿的落地，而不是控制不住，硬生生把自己扔到自己的左侧平移的方向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理解了吧？那么我们就继续得带着大家去走后边的步伐。当你的左脚落到地面上以后，它紧接着看好，跳完以后，类似于一个小交叉步，控制着左腿慢慢落地。咱们看两手，它是随身法的左跃步有个立圆呀，那这不就配合上以身领手了？怎么领立圆？拍完以后一落脚，好，左脚一拨身法，是不是要左转走？落右脚，螺旋松沉。咱把动作换成不跳步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落到这儿，好，落完以后，左转插右脚，右转右摆掌开左步，下捋收右脚。这是不是跟老架一路的动作非常相似了？只不过是先起了一下右脚。那同学们，咱再把它变成跳的，你往下一松沉，看好，一拨左脚走，摆掌跳步，是不是？在摆掌跳步，它不就是一个身法的螺旋？你看带动，放松下，这身法螺旋带动，收脚相合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跳的时候没有那种螺旋起来的身法韵味？其实核心点是在于哪？还是像上一节课给大家说的一样，你不用腰，你光想着平移一跳，那你跳出来的这个动作完全没有太极拳的灵魂，没有身法的变化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重点的核心，就算是跳，你都得把身体的中线螺旋在变化当中体现出来，既要拿腰的左右螺旋带动梢节，也要拿腰裆的螺旋带动根节，轻盈缓和的落地。落脚是不是没声音了？所以学会啊，在脚离地的一瞬间，就记住一句话：只要脚离地了，聪明的智商就占领高地了，你的腿就是梢节了，就不再是根节了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能怎么样？你能控制自己的梢节，所以我让它轻轻落地，它就得轻轻落地；我让它落地震脚，它就得震脚。所以这个过程是大家最缺少的一个部分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新架一路的跳步、转腰、螺旋、摆掌，手摆到哪，很自然的与眉额齐平，很自然的与腰腹齐平，就是两手在身前画了一个随腰螺旋的双立圆。最后收步上捧掌，跟老架一样，左手逆缠外捧合于左膝上方，右手顺缠托掌合于自己的右膝上方。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看这儿的蓄力，这个震脚的螺旋下沉有点难度，我们呢加上一些想象。捧到这儿以后，你看先合右胯，类似于斜行一样，右手逆缠下按，左手顺缠相合。这个时候腰的螺旋是什么？看似是摆掌的外形变化，实则是什么？实则是蓄力的周身相合。因为腰腹往右转的时候，它给左侧留了一个很大的发力空间。咱先看手上是怎么发力的啊？两手捧到这儿，右胯一松，右手合于中线逆缠下按，中线右转合于胯间，左手顺缠合于自己的身前中线。好，于中线胯间两手握拳，随腰左转，
左手逆缠向外绷拳，右手顺缠向中线相合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。但是它唯一一点难点在哪？就是在两腿怎么顺势下沉形成双正脚的变化，这是最难的，因为大家不好去把这个脚正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咱们看一下，当你下沉的时候，这个最经典的地方就是一个螺旋的带动，把自己想象什么？想象成是一个拨浪鼓。当你这个拨浪鼓没转的时候，两个鼓槌是不是在下边栽着的，在下边吊着的？那当你转起来的时候，鼓槌会怎么样？鼓槌会随着鼓身的螺旋向两边去散开。那同理，你的身体在不转动的时候，两腿是不会打开，但一转动，顺势去随着带动的这个螺旋产生的惯性，把两腿向两边去进行一个发散，蓄力相合，螺旋转开。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。很多老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什么？他把这个向外抻腿，故意向上去弹跳，然后把两脚去抻出来。你这还是螺旋劲儿不是了？你看啊，同学们，如果我们一跳步，再把腿打开，你别说两个绷拳发不出来力了，你腰都不带转的。所以说它会有力不会？记住，想把两腿打开形成下沉正脚。一定不是跳起来把腿打开这么简单，而是看腰啊，看到了没有？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腰转，好像是带动两腿像两个拨浪鼓的鼓槌一样，鼓身一转，两个小鼓槌啪向两侧闪开。那么在腿向两侧打开的一瞬间，我们人呀，他逃脱不了地心吸力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你转的过程里，它一定会伴随着下落。那么在下落的时候，只需要记住一点。下落的时候身上不要散。啥叫散？就是一下来以后胯顶出去了，别顶胯，用屁股向下去坐，边落边坐。这个时候向左的转腰，你看蓄力相合，是不是劲儿也能发出来，胯也能坐稳，重心也能合好。3点技巧总结一遍啊。第一，先向右转，腰当螺旋，蓄力相合，再向左转，中线领四肢，螺旋打开。第三，下落松沉，坐胯相合，只有坐下来才能形成两个脚，双正脚的正脚。如果你不坐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吧？所以一坐，感觉就不一样，知道了不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用了这么多的这个，所以就是让大家去明白，它就是3个细节组合到一起，其实还是得靠大家多练。那发完力以后，这两拳，左拳合于左膝上，右拳合于中线，不要合过。有些同学为了体现劲力的饱满，合老多，然后硬生生在这乱抖。你恰似乱抖，是不是才能感觉到身体跟合不住一样，跟散架了一样？但是你落到这儿，定到这儿。绷弹着一下，它还会有没有那种散的感觉了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好细节，不要一螺旋的时候整个身体散的为了去找那个弹斗去晃，不要去晃啊。好，那同学们再看下式，当我们形成了绷拳的发力以后，注意看下边的这个动作。很多同学喜欢拧腰跪膝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在这个地方，你的右拳下沉，既然想向右转，逢转必沉，是吧？所以右拳合到这儿以后，你右胯折叠的时候，身体在右转，为了避免跪左膝，你看一下跪左膝是因为什么？你当胯不往下沉，看到没有？你就会跪左膝螺旋。但如果做好了当胯下沉，你看边向右螺旋边向下坐，你还会跪膝不会了？不会了，当胯往下走了，也会有向右螺旋。那到这儿以后，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以身领手的技巧了。左拳合于太阳穴上方，你看右拳合到胯间，蹬左腿，当走后弧，这跟咱们讲的那些缠丝的基本功重心右移，重心左移，有哪点不一样？一模一样。所以到这儿，蹬左腿，右拳沿右膝上冲，左拳顺势放松下沉，形成相合。但是呢，这都成啥？撇身拳的那个到点了，对不对？左拳呢，在咱的护心拳里面，它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蹬左腿，右拳上冲，左拳下压相合。
啊，有一个自然放松的沉拳压掌的一个动作，压腕的动作。冲到右边以后，你看左手就合到自己的腰腹间，不要动了。再当走后弧，你看这个以身领手，它这个动作像不像斜形里面的御左先右的这个螺旋拧腕？非常像，是不是？所以右拳冲上来以后，蹬右腿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旋腕螺旋，哎，逆缠拳心朝外，蓄力相合，蓄到哪？胯间侧线的位置，蓄到这儿。蓄好之后，哎，蓄好力之后，注意看，这就跟普通的护心拳发力一样了。蹬左腿，当走后弧，右拳翻拳外捧，左拳也是顺缠翻拳外捧，合到哪？合到咱的中线前方。这两个手在心架里面，他手放的比较远，其实都行啊。咱不管讲老架讲心架，那老架都是有不同的老师的习惯，他让你打肘，他让你打拳，他让你打什么？其实，在心架里面，护心拳的发力结构是一样的。你打拳、打肘都是行的，或者说你打拳的时候弹有弹性都可以，或者你不弹，啪定到这儿行不行？行，都是看个人的发力的习惯以及力点的集中点在哪。不用去刻意的说，老师我必须得发成那个样才算对吗？不是，发力纯属个人的意向和个人的这个习惯啊。大家可以把两拳拳眼相照，也可以拳肘相照，一个是护，一个是打，一样的啊。但是到最后记住，发力的形式都是蹬左腿，拧腰悬胯。拧腰悬胯，千万不要做成蹬右腿，崩弹自己的身体，这就错了，记住了吧？所以护心拳这个地方难点在跳，还有一些小螺旋，其他的动作呢，跟咱们老架里面相比起来，哎呀，看似很花哨，实际上动作都不难，都是腰当的那点事儿啊，大家多多练习就好了。